玩具越多，孩子越傻，真的是这樣嗎？大家都說学霸一支筆，差生文具多，東西越多，对孩子的大腦發育越不利。剛買回來的玩具，孩子特別興奮，剛興奮一會，又來一個好玩的。每一個玩具，孩子都是膚淺的去接觸一下，並沒有深入的玩透。大腦習慣了淺嘗輒止的掃描模式，反而對大腦的發育不利。有一定的道理，過多的選擇容易讓人3分鐘熱度，削弱孩子深度探索的能力，甚至覺得這麼多玩具來得太容易，也不懂得珍惜。但是最關鍵的不是數量多少，而是家長不用過多的去打斷孩子玩玩具，一會逗逗他，一會指點孩子你應該怎麼玩，不用去管他怎麼玩，他自己探索出來的規則就是好規則。重要的是孩子把每一個玩具都玩出創造力，玩出新花樣。玩具不用多貴多智能，一個電動玩具玩法可能只有一個開關，而一個破紙箱子做各種東西能玩出無限可能。玩具只是個工具，想象力才是靈魂。這段話盧叔希望每一個當爸媽的人都聽聽。你給孩子買一屋子的玩具，你覺得你愛他，你把最好的都給他。可是你有沒有發現，你的孩子玩每個玩具的時間越来越短，5分鐘就不要了，3分鐘就扔了，1分鐘就膩了。他不是不珍惜，是他不知道怎麼珍惜。你給了他太多的選擇，他反而不知道怎麼選了。歡迎来到盧叔講經典，一句經典道盡人生，讀懂變化，看清人生。你是不是也給孩子買了一堆玩具，結果他玩2下就不要了？你是不是也發現孩子越來越沒耐心，什麼都想要，什麼都不珍惜？你是不是也覺得自己小時候一個玩具玩好幾年，反而比現在孩子更快樂？如果你願意，也可以把你家孩子最近的情況留在評論区。你可以簡单說说你最頭疼的一件事，也許換個角度看，很多問題就能慢慢找到原因。佛經有云，少欲知足是修行之本。其實養孩子也是一樣的道理。很多父母以為給孩子越多玩具，孩子就會越開心。可有時候東西太多，反而會讓孩子越來越浮躁。不是玩具不好，而是選擇太多，會分散孩子的注意力。今天玩這個2分鐘，明天換那個3分鐘，每一樣都碰一下，卻很難真正沉下心去體驗。可當玩具少一點，孩子反而更容易專注。他會反復研究，反復探索，一個簡單的東西也能玩出很多想象力和創造力。你知道嗎？現在的孩子不是缺玩具，是缺玩玩具的能力。以前的孩子，一個沙包能玩很久，一個鍵子能反复研究各種玩法。東西雖然不多，但總能自己想辦法，自己找樂趣。那個過程中，孩子的專注力、想象力、動手能力，他們的創造力在玩的過程中慢慢長出来了。可現在很多孩子，玩具越来越高級，注意力卻越來越短。這個玩一下，那個碰一下，很快又覺得沒意思。當什麼都來得太容易，孩子反而很難沉下心去探索，去創造。很多时候，不是孩子不會玩，而是大人太急着教。孩子蹲在地上看螞蟻搬家，你怕髒，趕緊把它拉走。孩子把積木搭成奇奇怪怪的樣子，你立刻糾正應該怎麼搭。孩子拿着紙箱子幻想自己在開飛船，你卻覺得不如買個新的玩具給他。可對孩子來說，那些看起來沒意義的時刻，恰恰是他想象力和創造力最活躍的時候。他不是在浪費時間，而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認識世界。很多大人总想把事情變得正確，卻忘了孩子最寶貴的能力往往就藏在那些自由探索、天馬行空的過程裡。我們來說說玩具太多到底有什麼問題。第一個問題，淺嘗輒止，玩不透。你有沒有觀察過你孩子玩玩具的狀態？一個新玩具剛拿到手，特別興奮，拆包裝，按按鈕，轉2下，試一試功能。可新鮮感一過去，很快又丟到一邊了。接着繼續下一個，再拆，再試，再換。一天下來，好像玩了很多東西，可真正沉下心去研究，
去探索、去反复琢磨的其實很少。時間久了，孩子的大腦很容易慢慢形成一種習慣，什麼東西都快速看一眼，快速切換，快速厭倦，快速放棄，很難靜下來，也很難長期專注在一件事情上。這個習慣一旦養成，這種影響其實不只是玩玩具，以後讀書可能翻幾頁就覺得無聊，學點東西遇到一點難度就想換，做事情也是剛開始有興趣，很快又失去耐心，因為他的腦子已經習慣了不斷接受新刺激，卻沒有學會深入、重複、沉浸。第二個問題，得來太容易，不珍惜。你小時候得到一個玩具多難，要考個好成績，要攢好久的零花錢，要等到過年過節，那個玩具到你手裡，你當寶貝一樣，玩的時候小心翼翼的，怕摔了，不玩了擦乾淨收好，怕丟了。你珍惜它，因為它來得不容易，你愛護它，因為你知道它的價值。現在孩子呢，想要什麼張嘴就來，今天要這個，明天要那個，後天不喜歡了再買新的。時間久了，孩子很容易形成一種習慣，想要就馬上得到，不喜歡就立刻更換。可真正讓人擔心的不是花了多少錢，而是如果一個孩子從來沒有經歷過等待、珍惜和克制，他就很難理解擁有的價值。他不知道一件東西來之不易，也很難體會父母背後的付出。慢慢的，耐心會變少，滿足感也會越來越短。第三個問題，家長的打斷比玩具多少更可怕。很多父母其實是出於關心，才總想參與孩子的一切。可有時候，真正影響孩子的，不一定是不管，反而是管太多。孩子正在專心搭積木、畫畫，研究自己的小世界。你一句寶貝你在幹嘛，他的注意力一下就斷了。他正在嘗試用自己的方法解決問題，你馬上說不是這樣，應該這樣做，他的創造力被你否定了。他本來快要自己想出來了，你又急着說媽媽幫你，結果他的獨立思考被打斷了。很多時候，父母是因為愛，才忍不住一直提醒，一直糾正，一直幫忙。可孩子感受到的未必只是被愛。如果一個孩子在做什麼的時候總是被打斷、被否定、被替代，時間久了，他心裡可能會慢慢形成一種感覺，是不是我做得不夠好？是不是我總是做錯？是不是沒有大人幫我就不行？孩子的自信也會因為這樣而慢慢沒了。孩子真正需要的不一定是時時刻刻被指導，很多时候他更需要的是被允許慢一點、亂一點、試錯一點，被允許用自己的方式慢慢長大。經書裡有句話，不擾他心，是明善法。很多時候，不去打斷，不急着介入，本身就是一種溫柔。孩子專心做一件事的時候，哪怕只是看螞蟻、玩沙子、擺積木，對他來說也是在認真感受自己的世界。大人總覺得自己懂得更多，可有時候孩子真正需要的不是正確答案，而是被允許自由探索，讓孩子按照自己的節奏去玩、去想、去長大。很多能力反而会在這樣的過程裡慢慢長出來。我們再說說什麼才是好的玩具。很多人覺得貴的就是好的，智能的就是好的，功能多的就是好的，恰恰相反。一個電動玩具按一下開關，它自己就動起來了。孩子看了3分鐘膩了，因為他的參與感只有按那一下開關，剩下的都是玩具自己在動，他只是在旁邊看。這種玩具跟看電視有什麼區別？一個破紙箱子就不一樣了，它可以是房子、車子、飛船、城堡，它可以是任何東西，只要孩子想得到。孩子拿着剪刀剪一剪，拿着膠帶粘一粘，拿着筆畫一畫，他的手在動，他的腦子在轉，他的想象力在運轉，他在創造，他在設計，他在實現。這個過程中，他的大腦在瘋狂發育，他的能力在瘋狂成長。一個沙包可以踢，可以扔，可以接，可以頂。一個人玩可以，2個人玩也可以，
一群人玩也可以。規則自己定，玩法自己創。一個鐵環可以滾直線，可以滾曲線，可以比賽。可很多人覺得這些玩具太土了，太便宜了，太簡單了。你不知道的是，越簡單的玩具越能激發孩子的創造力。因為什麼都沒有，所以什麼都可以試。因為什麼都行，所以什麼都可能。玩具只是個工具，想象力才是靈魂。你給孩子買再貴的玩具，他沒有了想象力，那個玩具就是一堆塑料。你給孩子買再多的玩具，他沒有了創造力，那個玩具就是一堆垃圾。反過來，你給他一個破紙箱子，他有想象力，那就是一個宇宙。你給他一根樹枝，他有創造力，那就是一把寶劍。你小時候那麼快樂，不是因為玩具多，是因為你有想象力。你用泥巴捏出各種形狀，你用树枝在地上畫畫，你用紙折出飛機輪船。你的快樂來自你的創造，從來不是來自玩具的昂貴。你孩子現在不快樂，不是因為他玩具少，是因为他的想象力被封住了。你给他買了太多现成的、完整的、不需要動腦子的玩具，他不需要想，不需要創，不需要造，他只需要按一下、拉一下、看一下，他的想象力完全用不上了。所以，真正的問題不是玩具多少，是你有沒有保護好他的想象力。你讓他自己玩，不打斷他，他的想象力就在。你給他簡單的、開放的、沒有固定玩法的玩具，他的創造力就在。你陪着他，而不是指揮他，他的探索欲就在。最後，盧叔想給大家幾條建議，你把這幾條做到了，你孩子不管有幾個玩具，他都能玩出花樣來。第一條，少買玩具，精挑細選。別孩子一要你就買，別看他哭你就心軟，讓他等一等，讓他盼一盼，讓他珍惜來之不易。買的時候選那些開放的、多玩法的、能激發想象力的，少買那些按一下就沒意思的電動玩具，多買積木、樂高、彩泥、畫紙這些能創造的東西。第二條，一次只給一個玩具，別把一箱玩具全倒出來，別在他面前擺一大堆玩具，一次只給他一兩個，玩透了再換。他面前的東西少了，他的注意力就集中了，注意力集中了，他的腦子就開始轉起來了。第三條，不要打斷他，他玩的時候你別說話，別指揮，別指點，除非他主動來找你，否則你就讓他自己玩。他在自己的世界裡，你別進去搗亂。你看你的書，你做你的事，讓他沉浸在他的遊戲裡。第四條，珍惜紙箱子，家裡快遞的箱子別扔了，給他玩。一個箱子能玩一整天，能玩出無數種可能，比那個好幾百塊的電動玩具值錢多了。別覺得寒酸，你給他的是想象力，不是面子。第五條，陪他玩，不是教他玩。他需要你的時候，你在他身邊。他不問，你別說；他不求助，你別上手。你陪着他，讓他當主角，你當配角。他指揮你做什麼你就做什麼，別反客為主。最後送你幾句金句，你記在心裡。玩具越多，孩子越花眼；玩具越少，孩子越專注；打斷越少，孩子越專注；指點越少，孩子越自信。紙箱子裡裝着想象力，電動玩具裡裝着3分鐘熱度。玩具是工具，想象力是靈魂。別用你的愛毀了孩子的創造力。佛經有云，心如工畫師，能畫諸世間。孩子的心本身就是最好的創造者。很多時候不是要給他更多標準答案，而是給他一片可以自由發揮的空間。當他專注在自己的世界裡時，其實正在用他的方式認識這個世界，理解這個世界。你可以在他身邊，但不必總是站在他前面。你可以看着他，但不必時時替他決定。有時候真正好的陪伴是退後一點點，讓他自己去嘗試，去完成，去表達。孩子的創造力是在被允許自由的空間裡慢慢展開的。如果你願意，也可以把你的經歷留在評論區。你給孩子買過多少玩具？
他真正最喜歡玩的又是哪一個？或者你家孩子有沒有把一個紙箱子玩出新花樣的故事？也許我們都能在這些日常裡更理解孩子。在評論區寫下“不打斷”3個字。從今天起，少指揮，讓孩子自己玩出創造力。如果這一集對你有所提醒，歡迎訂閱盧叔講經典，並開啟小鈴鐺，讓經典的話在你需要的時候再次出現。用經典照見人心，用時間驗證智慧。我們下節課再見。